我叫秦雨薇，是天下第一倒霉蛋。刚被册封皇后，老皇帝就挂了。新皇帝登基宣我为太后，莫名哀家还是小婴儿，就多了个好大儿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秦国公满门忠义，其女秦雨薇今特册为皇后，望悉心抚育，她日母仪天下。万岁万岁！这是老牛吃嫩草吗？皇上，皇上，驾崩了！皇上，不是吧？我刚封为皇后，老皇帝你就嗝屁啦！皇上，按照律例，皇上驾崩，所有嫔妃都要陪葬，包括皇后。完蛋了！皇后娘娘还是个襁褓中的孩子，她是秦国公唯一留存的血脉，刚封为皇后便要陪葬，求开恩啊！既是先帝封的皇后，便是姑的母后。等姑登基，尊先帝秦皇后为太后，坐镇六宫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传朕旨谕，今日起，先帝册封的秦皇后便是朕的母后，朕将效于儿臣之礼，终生效奉太后。娘娘，幸亏先帝仁德，不仅没让您追随先帝而去，今日登基还宣旨您为太后了呢。奶妈，奶妈，我还没嫁人就有了个好大儿啊！这糖葫芦真好吃，下次让好大儿多给哀家买点。太后，找本太后干嘛？皇上说请您一起用膳。你告诉皇上，本宫忙得很，没空和他一起用膳。听说他最近被春秀宫的绿茶迷得不要不要的，让他好自为之。太后，春秀宫的娘娘是静妃，您为何说是绿茶？为啥叫绿茶？静等于精，装精卖乖，成精作妖，骨子里是黄鼠狼精，专迷皇上眼。奴婢明白了。这3岁小娃竟将刚入宫的静妃贬得一文不值，若将此事禀告给各宫娘娘，相信我必能获得不少赏赐。你不知道本太后能听到心声吗？这宫内卖消息也能赚赏赐，行啊，听着，记得拿了赏赐哀家和你3-7分，你3我7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想赏赐？又瞎傻了一个。姐姐，听说皇上近日夜夜留宿在春秀宫，不知那刚进宫的静妃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可惜这太后只是个3岁奶娃，治理不了后宫。太后，前面端妃和庄妃背后议论说你治理不了后宫，他们说你是3岁奶娃，啥也不懂。他们竟敢背后妄议本太后，那本太后就让他们瞧瞧，什么叫3岁奶娃治理后宫，什么叫做姜还是小的辣。太后，前面庄妃和端妃在背后说你是3岁奶娃，不懂治理后宫，说你啥都不懂。你们给哀家跪下！端妃、庄妃，你们背后妄议，哀家不会治理后宫，你们好大的胆！太后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和端妃岂敢背后非议太后？必是有人故意诬陷我们。诬陷？庄妃，看来皇上给你的封号果然适得其人。你这装，怕是装模作样的装吧？太后明鉴，臣妾和庄妃即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背后妄议太后啊！不知是哪个嚼舌根的如此造谣，请太后做主明察。天哪，女人的嘴骗人的鬼！你们2个敢说不敢认，还真是把闲言当花瓣撒，把舌根当柳枝甩了。皇上留恋春秀宫，你们就像这花朵上的蜜蜂，嗡嗡嗡。奶娃太后，我们蜜蜂可没他们会抓。今日哀家就给你们改封号，庄妃今日起赐封碎嘴白莲，端妃赐封巴巴牡丹，服不服？不服憋着。是谁招惹了母后，令得母后如此生气？好你个好大儿，哀家如此生气，还不是因为你那龙床破事？你最近是不是一直留恋春秀宫，忘记了什么叫做雨露均沾，宫内全是醋味？母后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儿臣知错了。还有那个静妃，从入宫以来，哀家都还没见过她，天天缠着你。这3岁太后终于说重点了，看来这奶娃也不是太笨。你们几个收起你们那点小心思，哀家笨还是聪明，
还需要你们来望议吗？继续给哀家跪着。母后先息息怒，儿臣带您先去用膳。至于静妃那里，儿臣自会安排。等好大儿安排，还不如我自己偷偷来看看这个静妃何方神圣。皇上已经连续3天没到本宫的春秀宫来了。香莲，你放风声出去，就说本宫身体突然抱恙，看皇上来不来看本宫。奴婢遵命。是谁在那里？给本宫滚出来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然敢擅闯我春秀宫？看来这个宫里越来越没规矩了。这个笨蛋静妃竟然不认识奶娃太后，还骂她是野丫头，完蛋了！你以为我不敢收拾你这该死的野丫头吗？静妃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怎么，本宫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还不能收拾你这个野丫头了？你嚣张跋扈，恃宠而骄，妄为妃子！你找死！你敢这样对我，皇上不会放过你的！还敢喊皇上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不知道哪个畜生爹娘生的，本宫一概论罪。这个静妃太气人了，我要去摇人。来人，把这个有眼无珠、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拖出去杖责100。不仅本宫要杖责你，还要治你爹娘的罪，让你知道你得罪本宫的下场。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嫔妃，竟然连小孩子都用酷刑，还要治我爹娘的罪，你敢吗？真是笑话，在这个宫里，本宫还没有怕过，本宫有何不敢？来人，把她拖出去！大胆，你们谁敢？爱妃不是身体抱恙，为何这春秀宫如此喧哗？皇上，皇上，你可算来了，臣妾好想你。参见皇上。朕进来前听到爱妃正在训斥，不知是谁得罪了爱妃。一个野丫头擅闯寝宫，还辱骂臣妾，臣妾正在教训她什么是规矩。皇上，就是这个野丫头，臣妾要治她和她爹娘的罪。没错，你的爱妃口中说的野丫头就是我。静妃，你嘴里口口声声说的野丫头是她，前面你如此大声训斥，还要治罪的也是她，是吗？他不仅训斥我，还扇我巴掌，抽我耳朵，说我爹娘是畜生，还要将我拖出去杖责100，还说要治我爹娘的罪。皇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妃德行。你的爱妃口中说的野丫头就是我，她不仅训斥我，还扇我巴掌，抽我耳朵，说我爹娘是畜生，还要将我拖出去杖责100。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如此恶毒。儿子，你看清楚了吧？你个野丫头，闭嘴！皇上在这儿，你还敢多嘴？真的是无法无天，毫无规矩。朕毫无规矩的是你，你目无尊长，竟然还要对母后私自用刑。难道刚才扣押的是太后？什么母后？臣妾听不懂啊！我这个被你骂畜生的野丫头，就是你皇上的母后，当今的太后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后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小孩子？臣妾入宫以来，从未有人告诉过臣妾太后是个孩子。你为人嚣张狠毒，若今日哀家身份不是太后，是不是就被你拖出去杖毙了？你仗着皇上宠你，便无法无天，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来人，传朕口谕，静妃嚣张跋扈，以下犯上，有眼无珠，冒犯太后，拖出去杖责100，且即刻起废除静妃封号，打入冷宫。不要啊，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求皇上开恩啊！没想到那个小畜生竟然是太后，本宫真是阴沟里翻船，倒霉！慢着，此罚太轻。这小畜生又想干嘛？他现在心里还在骂哀家是小畜生，把他打入冷宫太便宜他了。他怎么知道我骂他？贱人，竟然还不知错！太后冤枉啊！臣妾怎敢心里辱骂太后？之前是臣妾有眼无珠，冒犯太后，臣妾真的已经知错了，求太后开恩。这恩开不了，但是哀家不会要你的命。在你进入冷宫前，哀家要带你后宫走一圈。蜜蜂兄弟们，奶娃太后刚被春秀宫的静妃辱骂，还被长官一巴掌，太气人了！蛋挞，快看啊，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蜜蜂？这是怎么了？静妃，以下犯上。听说蜜蜂在空中组字和静妃有关，如此奇景，快去看看。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张口闭口骂畜生，看来在你眼中的畜生们也知道你是毒妇。笑笑笑，
等本宫翻身后，把你们这些人，包括这小畜生，一起扔进护城河喂鱼。你知道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吗？还想将哀家扔护城河喂鱼，在皇上面前口中抹蜜，实则内心歹毒。看来哀家是时候送你一份大礼了。快看啊，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蜜蜂？蜜蜂骂我毒妇。来人，上蜜罐，将这个女人里里外外灌个透。静妃死了才好，少一个碍眼的。静妃，我们封锁太后3岁奶娃信息，就是等你得罪太后。知道太后偷进你寝宫，我们故意支开认识太后的人，想不到吧？果然，哀家料的没错。臣妾入宫以来，从未有人告诉过臣妾，太后是个孩子啊。静妃真是个活妹，她有这个下场活该。这次把静妃除掉，皇上一定会来我深翠宫。反正我们联手也不是第一次了。都说后宫不平，没想到各个城府极深。今日哀家就撕下你们这些面具，给皇上看看。皇上，只要有人求情，就放过静妃吧。怎么，太后都发话了，可以为这个贱人求情，你们没有敢吭声的吗？他们不是不敢，是不愿。求各位姐姐妹妹帮帮我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！太后，臣妾愿意为静妃妹妹求情，望太后饶过静妃妹妹。这个李妃让御膳房给静妃下药，怕蛋龙肿，现在竟然会求情，假惺惺！没想到你们个个心怀鬼胎。李妃，你让御膳房给静妃下药，怕蛋龙肿。还有你，陈妃，你们几个联合起来对付静妃，就因为嫉妒她得宠。你们的小心思，哀家听得一清二楚。你们巴不得静妃死，这样你们就少一个争宠的对手。没想到朕的后宫竟然都是些心胸狭窄的妒妇。皇上息怒，臣妾不敢。你们敢得很！今日朕便亲自清理后宫。你们不是喜欢争宠吗？那就去冷宫争吧。你们联手害我，想不到自食恶果，一起进冷宫。得宠的嚣张跋扈，失宠的费尽心机，这可能就是后宫嫔妃的悲哀吧。皇上因为一个3岁奶娃太后的童言稚语，说什么听到心声，就把我们几人的女儿打入冷宫，真的是昏庸无道，无视我们这些尽心尽力辅佐的老臣。当初先皇驾崩的时候，就应该坚持把这个奶娃陪葬。现在好了，害了我们自己的女儿。既然皇上如此听信3岁奶娃的话，那我们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若这3岁奶娃真有读心术，他就是妖童；若没有，那我们就废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各位爱卿平身，今日有何事启奏？臣等有事禀奏。皇上因3岁太后至言而大肆清理后宫，臣等觉得皇上此举有失龙威，此乃童言乱宫，蛊惑圣心。李爱卿、童爱卿，你们是因朕将你们女儿打入冷宫不服？臣等的确不服。皇上听信3岁太后无稽之言，随意判责，谁能服？放肆！童爱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试问太后有读心术，谁人能证？仅凭她童言一开便罪责，重非吗？皇上听信童言，如此儿戏，岂能服众？皇上，微臣认为此次清后宫虽为家事，但若他日皇上因太后一言而牵动朝堂，妄断朝事，那可就此事挺大的。是啊，太后年纪虽小，但绝不会妄言，反而是你们的女儿们心术不正，各怀鬼胎。他们都已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你们几个还有什么不服吗？皇上，恕微臣直言，若要我等心服，那就让太后当众做一次读心测试，到底太后是否有读心术，臣等一测便知。好，若太后通过测试，从此之后谁也不许质疑。太后，一会儿朝堂测试，你千万不要紧张。奶娘，你放心，陈丞相、李太尉他们有所质疑，早在哀家意料之中，哀家必不会如他们所愿。参见太后。看皇上神色凝重，看来今天是一场硬仗了。皇上，太后为验明读心术之真伪，臣等拟设3重考验。若太后将题全答对，那就证明太后确有读心之能。陈丞相，此3重试题的人选可是由你等择定。若如此，又如何佐证哀家所言属实，而非尔等预先串通编排否认？这太后竟然当众质疑陈丞相，这太后也太直接了吧！太后这威严真不像3岁幼童。太后此言差矣，臣等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，岂会行此苟且之事？太后莫不是畏惧测试，故意混淆视听？好，既然陈丞相如此直说，相信必无越矩之事，但未必构陷之嫌。这人选提名，不如由皇上来点。试题内容则由陈丞相你们安排。
试题内容则由陈丞相你们安排。好，上第一道试题。此三人手中糕点为酸甜苦三味，皇上钦点三人各选其一品尝后，背对众人，由太后聆听心声，道出他们所品之味。真是没挑战性的测题。看母后神色如此凝重，莫非无法聆听出他们心声？这只能看到后背，连表情都看不见，想猜也难猜啊！这三道糕点实则是苦辣咸三味，奶娃太后就看你是否真有读心之术了。这位最靠边的胖大臣，他吃的是苦糕，他心中所想，为何此糕如此之苦，想吐又不敢吐，真遭罪。中间这位大臣，他吃的是咸糕，他心中在想，这是哪个王八羔子把盐罐子撒里头了？不是酸甜苦吗？难道我味觉出问题了？还有最右边的那位大臣，他心中在想，他在想，这奶娃太后怎么迟疑了？难道太后全凭胡乱猜的？现在不知道猜哪个了？母后怎么了？这位大臣吃的哪个口味，哀家不知道。这样看来，太后实则根本没有读心术。各位大人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所谓的读心术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连太后自己也承认了，她不知道林大人所品口味是何味。皇上，你也听到了，这第一道读心测试，太后并未通过，不知皇上此刻可有何说？慢着，陈丞相，你真以为哀家读心术没听到吗？这是，朕就知道。既然太后说听到了，那臣斗胆请问太后，林大人吃的糕点是何味？方才是太后亲口承认自己不知何味，怎么现在猜到了？陈丞相，哀家说不知道这位大臣吃的糕点是何味，只因他五味失调，根本尝不出任何味道。还有这等事，没听林大人说过啊？太后竟连我无味之症都能知晓。皇上，太后，微臣的确五味失调，至今未愈，因此未尝出糕点味道，望皇上太后恕罪。林爱卿平身，此乃病疾，并非故意而为之，无需惶恐。皇上，刚才品糕点的时候，微臣内心在想怎么办，微臣五味失调，根本尝不出味道，没想到太后竟能知晓，可见太后果真有读心之能。皇上，太后能准确说出苦咸两味，同时也能将林大人心中所想之事准确无误地说出。臣等认为这第一道读心测试，太后通过。皇上，虽然林大人说太后只出其心中所想，但是本次测试是试位，未必猜测之嫌，公平公正。臣等将上第二道试题，以测读心。陈丞相，其实不用如此麻烦，哀家知道这第二道测题是什么。陈丞相，其实不用如此麻烦，哀家知道这第二道测题是什么。百鸟送巢图，第二道测题，需皇上钦点一人观图中众鸟，然后让哀家说出他心中所想之鸟是哪只，对吗？这奶娃太后竟知晓我出的这第二道测题。皇上，你随意点一名大臣参与此次第二道测试，哀家想速战速决，然后回宫去吃糖葫芦了。这太后连题都能知道，这还需要测吗？那就冯廷尉，你来吧。臣遵旨。这冯大人是我们的人，相信他必会矢口否认。这郝大人选了他们的人，这道测试哀家难通过了。怎么突然飞来那么多鸟？快看，这些鸟都飞在画上。奶娃太后，直接上难度，打他们脸。刚才画中的鸟寥寥无几，并未摆置，如今百鸟上堂飞向画中，正可避免哀家胡乱猜测之疑，这才是真正的百鸟送巢图。冯大人，请吧。微臣不敢。太后不仅能知晓测题，且如今惊现百鸟上堂奇景，微臣对太后读心之术毫无任何质疑。真是奇观啊！百年难得一见。是啊。冯大人，你的意思是哀家通过这第二道测试了吗？慢着，一个3岁孩童不仅能读心，还能招揽百鸟，这太后不是妖头是什么？冯大人，你的意思是哀家通过这第二道测试了吗？
慢着，一个3岁孩童不仅能读心，还能招揽百鸟，这太后不是妖童是什么？这个，李贵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不是觉得头上的脑袋太稳了，口出狂言？人之心念瞬息万变，此3岁稚童若非身负妖邪之术，岂能窥他？各位大人，你们是想一个幼童如何能闻心且能招揽百鸟，甚至可让蜜蜂、空中组字谴责静妃？此等异能，绝非常人所能拥有，非妖即怪。此等妖童留于宫中，伴于君侧，实乃国之大患。今日他能构陷妃嫔，他日便能构陷重臣，动摇国本。若皇上深信此童，岂非坐实不变中间？好像有道理。是啊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吗？你们口口声声说哀家是妖童，伴随君侧动摇国本，那哀家想问3位大人，若可闻心即妖，那世间师从耳聋者是否皆是圣贤？至于你们说哀家构陷嫔妃，李大人，你可知你女儿李妃心中所想？她心中所思，如何假意和童妃联手给其他宠妃下药断绝龙种，然后诬陷童大人你的女儿童妃？还有陈丞相，你因私废公质疑陛下圣才，借李大人咆哮朝堂，趁此逼迫皇上。身为丞相，可还有半分忠君爱国之念？此等行径是朝纲法度为无物。接下来别怪哀家把你们谋逆心思公布朝堂。今日你们让哀家当众测读心术，其目的昭然若揭。妖童血口喷人，臣等拳拳之心天地可表。设此测试，只为辨明真相正本清源。若妖异败于君侧，岂非国之大患？臣等身为古公，岂能做事？好一个辨明真相正本清源，你们的谋逆之心当哀家听不见吗？今日若哀家真有读心之能，便诬为妖童，欲除之而后快。若哀家无此能，你等更可借机发难，直指皇上亲信质子昏聩不明，然后朝堂胁迫及蛊惑重臣，废帝。除太后废皇帝横竖皆为完美之计，你们眼中可还有半分君臣之道？除太后废皇帝横竖皆为完美之计，你们眼中可还有半分君臣之道？你们所作所为对皇上不忠，对国本不义，妄为重臣，逆臣贼子，纵女行凶于内，构陷胁迫于朝，即刻革职夺爵，押入天牢，严审其罪。其女永固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皇上息怒。哀家有读心之术，自当为皇上，为社稷明辨中间。今日之事，望诸卿引以为戒，修身齐家，方能治国平天下。心中无鬼，何惧读心？今日之事，望众爱卿引以为戒。即刻起，谁都不可质疑太后读心之术。后宫和朝堂杂音总扰哀家耳根，明日哀家就偷溜出宫，清静清静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太后不见了！哀家第一次偷溜出宫，没想到这民间集市如此热闹。让开，都滚开！挡了张大人的道，找死吗？这马车，你们横冲直撞呀！你个小贱蹄子，没长眼睛的狗东西！惊了张大人的马，你10条贱命都赔不起。没想到年纪看上去那么小，竟然耳聋眼瞎。明明是你们驾车横冲直撞，不顾街上路人安危，不仅不道歉，还口出恶语。若今日把我撞倒，你们赔得起吗？看这小崽子牙尖嘴利，衣着不凡，若能借此找他家人讹点钱，真是放肆，居然还想讹哀家的钱！何事喧哗，惊扰本官车驾！何事喧哗，惊扰本官车驾！回禀大人，是这小贱蹄子不长眼，突然冲撞出来，惊了马，害得大人受惊。一个孩子而已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别为难他，让他爹娘赔付500两即可。怪不得一个马夫能如此心存贪念，嚣张跋扈。原来是狗仗人势，目无王法。明明是你们的马差点撞到我，竟然还能颠倒黑白要我赔付。这小丫头牙尖嘴利，竟然还不知错，那就直接把她卖了当做赔付吧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们敢！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可惜我们不敢救你。谁让张大人权势滔天，我们实在不敢得罪啊。放开我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乖乖的在这待着吧，让你牙尖嘴利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如此对我！我是当今太后，你们不怕皇上要了你们脑袋吗？真是笑话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奶娃，还敢称自己是太后？我还是太上皇呢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一定要想办法逃离这里。这么多人，竟然无人发现太后擅自偷溜出宫。
给朕找，哪怕将整个赵国翻过来，也要尽快把太后找到。连蟑螂豆豆都没有一只，难道哀家真的要被困在这里了吗？刚才街上那个小女孩应该是被张承志那个老贼爪牙关在这里，我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，不能让她落得像妹妹那种下场。奇怪，我听到有个男孩的内心声音，他说的那个被抓小女孩应该是我吧？我在这儿。30因果几番轮回，故人远方今生相约，3生梦见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谢谢你。你别害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这个张大人是个贪官，一旦你被他卖了，你就再也回不了家了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相信你。岁月谱写一世生断肠。快，跑快点！他们在那里，快抓住他们！快，跑快点！他们在那儿，抓住他们！你快走吧，别管我。我说过我会救你的，要走一起走，起来，快！拦住他们！还想跑？跑啊！你们这群张老贼的狗，想要怎么样？又是你这个小叫花子！怎么，你妹妹被卖了，现在要救这个小女孩当妹妹？你们丧尽天良！当初我没有救下妹妹，这一次我绝对不允许你们伤害这个女孩。找死！把这小叫花子往死里揍！不要打，你们不要打他！如果他有什么事，哀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还哀家，看来你这个小妮子是个疯丫头吧？今日我就把这小叫花子给弄死，看你如何不放过我！别说你这个小杂种动不了我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我们张大人3分薄面！谁敢动我啊？难道这张大人就可以目无王法，只手遮天吗？是当今圣上为何在？今日谁若再伤他，哀家必不会让皇上放过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在此风言风语，还自称哀家冒充太后，你们几个赶紧把这疯子和这小乞丐一并拿下，押入大牢，严加拷打！谁敢动他？谁敢动他？好大儿，快救我！这个张大人是个贪官，他纵容恶仆行凶，当街勒索，并强抢民女贩卖，罪大恶极。大胆！见到皇上和太后还不下跪？完了，这下完了，她真是太后啊！把他们拿下！好大儿！这名姓张的狗奴才，嚣张跋扈，纵仆行凶，藐视君威，意图谋害太后，罪大恶极，将其极一干爪牙，即刻打入天牢，抄没家产，听候发落。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是当今太后，我救的竟然是太后。皇上，是一个小叫花子救了我，你一定要犒赏他。他人呢？也许已经走了。母后，我们还是先行回宫。哀家都还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。